我们村的女孩每年都得泡蛇澡，活蛇入水，如其名，指的是将一条活蛇放入女孩们洗澡的水中。那条蛇会在一群女孩中选择一个进入其体内，要是被蛇选中的女孩，就得张开双腿，让蛇进到身体里，请蛇入体。这进了身体的蛇叫山蛇，能给全村带来荣华富贵。我姐今年就是天选蛇女，山蛇自愿入体。当蛇钻进我姐姐的身体时，她立刻呼喊，请求村里的长老前来见证这一刻。我看着山泉池里的水逐渐变红，心里满是担心，支支吾吾地说：阿姐，要不我先去叫医生吧，你那肯定很疼吧。没想到我姐从水里出来，一巴掌就扇到我脸上。臭婊子，你是嫉妒我被选中吧？还不赶紧去把村里人都叫来。我是一名舞者，此刻我的脸庞逐渐肿胀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。我一路小跑到家，先告诉了我娘。我娘一听我姐被选中的消息，笑得嘴都快裂开了，起身就往后山泉池跑。等我娘出门后，我又按照阿姐的要求，把村里有名望的人都请了过来。这时候山泉池周围围满了人，村里一听到消息的人都来了。大佐老拄着拐杖站在最前面，所有村民都等着他发话。大佐老用一双浑浊的眼睛盯着我姐，然后清了清嗓子，让人去检查我阿姐。老婆子，你去看看真假。大佐老说的老婆子就是他老婆玄婆，玄婆是村里的巫女，村里有啥科学解释不了的事都找她，所以玄婆在村里的威望仅次于大佐老。玄婆一只眼睛瞎了，透着浑浊的白，说是年轻的时候跟山蛇斗，被山蛇弄瞎了一只眼，还颤颤巍巍地走到池中央我姐旁边，然后弯着腰往水里看。山泉水很透亮，只见玄婆一声尖叫，山蛇入体，滋阴养性，村中有福了呀。那肉蛇露出一段尾巴在我姐体外，通体纯白，还透着淡淡的白光，绝对是最神的山蛇。据说这山蛇建国的时候就有了，活了上百年，要借着年轻女孩的极阴之气修炼，所以这山蛇看中了女孩身上的极阴之地。我们村四周都是山，穷的叮当响，出去一趟特别难，时间长了，村民就都不愿意出去了。后来村里的族老跟山蛇做了个约定，把村里的女孩供山蛇挑选，山蛇要是挑中合适的女孩，作为回报就得给村里带来金银财宝。我们村能一直存在，全靠山蛇照应。可这些年村里一直没出极阴蛇女，山蛇也不来了，村里家家户户穷的都快过不下去了。现在我家阿姐被山蛇选中，真是给家里争光。大佐老看着我姐笑得合不拢嘴，让人赶紧把我姐送回家，好吃好喝的伺候着。这时候村里的男人眼里都闪着奇怪的光，嘴角挂着笑盯着我姐。村里其他女人嫉妒我姐，嫉妒的眼睛都红了，也天天去温泉泡着，希望山蛇也能进他们身体，让他们也能享受全村最好的待遇。我本来不理解村里女人的做法，可看到我姐那享受的样子，竟然也有点羡慕。我姐每天都躺在羊绒床上，好吃好喝的被供着，而且为了增加我姐的阴气，时不时还叫几个男人来伺候我姐。我姐的房间每天都传出欢愉后的笑声，让人心里痒痒的。养山蛇要养7749天，眼看着日子快到了，我姐的肚皮鼓起来了，像透明的一样，甚至能看到里面有东西在动。我娘小跑着进屋，一把拉开我姐的双腿，凑着连往里面看了又看，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了。快成了，快成了，我们家马上就要发财了。随后我娘猛地扭头瞪向我，接着一巴掌狠狠扇在我脸上。贱蹄子，赶紧去把大祖老叫来。我停下扫地的动作，立刻往大祖老家跑去。没想到刚出家门就被玄婆神秘兮兮地拽到一个没人的地方。玄婆用她那瞎眼上下打量着我，看得我心里直发毛。玄婆婆，我正打算去你们家，请你和大祖老过来。去，别说话。玄婆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眼珠在眼眶里快速打转。突然她又猛地抬头看向我，你真不知道你姐体内那是什么？山蛇不是吗？大家都知道眷顾我姐的是最神的山蛇，况且我姐天天都很开心，我娘说山蛇是好东西。我支支吾吾地说道。玄婆看着我，重重叹了口气，又摇了摇头。傻丫头，明明知道是山蛇，你就不觉得有问题吗？蛇进了人体，那人还能活吗？你真就这么放任不管，看着你姐被蛇吸干而死？神婆的话把我吓得浑身直哆嗦。村里的人一直都说山蛇入体有好处，能给村里带来财富，村里的男人再也不用去干活了，可从来没人说过坏处。仔细想想，这些年村里被山蛇入体的女人好像都消失了，她们就像完成任务的容器，任务一完人就没了。想到这，我不禁为我姐担心起来。玄婆婆，那我姐怎么办？玄婆四处张望了一下，确定周围没人后，伸出一只干枯的手把我拉得更近。今晚把你姐带到山泉池，记住别跟任何人说见过我。说完，玄婆就紧张兮兮的东张西望，神情慌张的走了，仿佛在提防着什么可怕的东西。我总觉得玄婆很奇怪，她身上老是散发着一股阴森森的气息。我正满心疑惑的时候，突然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。啊！我被吓得大声尖叫。别怕，是我。我缓了好久才看清，身后突然出现的人是大祖老的随从老刘。刘师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老刘没回答我的话，他跟玄婆一样，鬼鬼祟祟地看了看四周，然后开口说道：你刚刚是不是见过玄婆？我哪敢说实话呀，赶紧慌乱地摇了摇头。我只能赌老刘没看见我和玄婆，不然他肯定不会再这么问我。可我就不明白了，
玄婆和大族老是老夫老妻，这随从老刘按理来说也不是外人呀，可为啥玄婆不让我跟任何人说见过他呢？你最好是没见，不然大族老可饶不了你。我暗暗松了口气，还好他没发现。老刘语气强硬地继续说道：跟着我，带你去看个绝世的好东西。我点了点头，没办法，只能答应下来，然后跟着老刘往前走。老刘走的这条路我特别熟悉，是往大族老家的方向。可就在大族老家前面的一个岔路口，老刘突然改变了方向，带着我走上了另外一条小路。刘师傅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别说话，跟着我就行。这条路越走越窄，旁边全是参天大树。就在我觉得没路可走的时候，老刘挪开了一块被草丛和树枝盖住的地方。接着他在那翻找了半天，也不知道按了啥东西，一道石门突然就打开了。门一打开，里面就传来很多痛苦的呻吟声。刘师傅，里面肯定有人受伤了，我们去帮帮他。我迈开步子就往里面跑，可当我闯进石门的那一刻，我整个人都僵住了。我看到石门里面好多女人光着身子躺在地上，这些女人都大着肚子，双腿没法并拢，仔细瞧能看到她们透明肚子里盘着一条条小蛇。我吓得双腿一软，摔倒在地。老刘慢悠悠走到我旁边，开口说：是不是和你姐很像？我下意识点了点头。谁知道老刘没再说话，突然像疯了一样冲到一个女人旁边，他把手指伸进女人身体，掏了半天，然后用力一拽，一条黏糊糊的黑蛇被掏了出来。看到了吗？他们只是试验品，你姐体内的白蛇才是真正的山蛇。老刘根本不管那个女人在流血，又突然站起来走到石门后的角落。他先开一块布，我定睛一看，全是金银财宝，闪着金光。刘师傅，这老刘冷哼一声，真没见过世面，这些都是山蛇看我们用女人滋养它同类给的小赏赐。你姐要是成了，这些钱根本不算啥，你明不明白？老刘把我的下巴捏得生疼。可刘师傅，你为啥找我来看这个？被山蛇眷顾的是我阿姐，不是我。老刘的随从也冷哼一声，你当然要帮我了。我这才明白，老刘是要我好好看着我姐，不能让任何人伤她，一直到山蛇修成那天。后来老刘放了我，我慌里慌张地跑出去，本来想赶紧跑回家，可又一想，娘让我请大族老来家里，要是请不到，娘肯定会打死我。想到这，我心里一阵害怕，咬咬牙，忍着恐惧，直奔大族老的家。等我到的时候，天都快黑了。只见大族老家门口站着村里好多精壮青年，大族老不知说了啥，这些青年手里都拎着家伙，气势汹汹地往外走。我绕过这些人，走进大族老家门，谁知刚抬脚跨进去，一道震耳欲聋的雷声砰地袭来。我抬头看天，瞬间乌云密布，看来要变天了。这时大族老正皱着眉在院子里转，一看见我，他才停下。大族老，我娘让我告诉你，我姐快成了。当真？我点了点头。大族老满脸高兴，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了，意思传到了，娘交给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。我抬脚就想回家，没想到大族老一句话把我问住了。玄婆是不是去找过你？大族老的语气突然变得阴冷，他拄着拐绕到我跟前，双眼紧紧盯着我。我支支吾吾不敢说话。随从老刘是大族老的人，要是我姐真和山洞里那些女人一样，可能真会死。玄婆是我唯一能信任的人。说，大族老语气强硬，突然拿起拐杖敲在我腿上，扑通一声，我被打得跪在地上。妹妹，我今天没见过玄婆婆。撒谎！大族老一把揪住我的衣领，靠近我的耳边。你玄婆婆她是要害你啊？我满脸不解。玄婆婆平日里对我极好，从小到大有好吃的就悄悄带给我，她怎么可能害我？大族老看我不信，就给我讲起玄婆的故事。玄婆原本是村里第一代山蛇女，是山蛇第一个要入体的女人。可玄婆性子烈，死活不同意让蛇钻进她下面。那山蛇也顽固，认定的人就不能变，非得是玄婆。山蛇在深夜想偷偷钻进去，可玄婆精通巫术，蛇进不去，一怒之下咬瞎了玄婆的一只眼睛。从此玄婆就和山蛇结了仇。你还不明白吗？玄婆就是个自私自利的人，她不顾全村人的性命，拒绝了山蛇。她找你就是等山蛇现身，想报私仇。你要是信了她，中了她的圈套，到时候你和你姐都得被她弄死。大族老的话让我心里直打鼓，我都忘了自己是怎么跟着大族老回了家。我娘一看见大族老就小跑着出来迎接，月儿快成了，大族老您快去看看。大族老3步并作2步直奔我姐的房间。这时我姐房门紧闭，房间里传来痛苦的呻吟声，还有男人的声音。大族老停下脚步，脸一下子红了，在外面站了好久才进去。一进门就看见我姐身上没穿衣服，只有一张薄床单盖着。我姐挺着大肚子，浑身无力地垂在床边。我娘二话不说就走到我姐那儿，把被扇一掀，我姐整个人都露了出来。啊！我姐尖叫起来，原本呆滞的瞳孔瞬间紧缩。丽彤，是丽彤！大族老满脸惊喜和不可思议地喊着：你家闺女真的快成了！快去后山！大族老带着村里所有男人去了后山，说是山蛇会给第一批奖励。我娘让我一个人在家守着我姐，让我一定要看好，别出乱子。我听娘的话，一步不离地守在阿姐身边。阿姐一开始只是静静地趴在床边，用被单裹紧身体，可
可被扇里时不时传来嘶嘶嘶的声音。我轻手轻脚地走到阿姐床边，想看看是啥声音，没想到刚靠近，我阿姐就猛地窜出来。她双眼通红地趴在地上，像蛇一样时不时吐着信子。她爬到我身边，一直张着嘴，好像有话要说，可阿姐吐出的是分叉的蛇信子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，而且她下半身流着嫣红的血，流得满地都是。我心疼得掉眼泪。阿姐会不会死？我不要阿姐死。我抱住阿姐上，半身抽泣。阿姐直勾勾地看着我，拼命发出声音。山泉池？难道山泉池能救阿姐？看来玄婆婆说的是真的，我得带阿姐去找玄婆婆。我背着阿姐往山泉池跑，不敢有半点耽搁。可我没看到阿姐在我背后露出一抹笑。玄婆婆，玄婆婆。我到了山泉池就轻声呼唤，可喊了好久，玄婆婆都没出现。我阿姐拉了拉我的衣袖，示意我把她放下来。我刚放下阿姐，她就飞快地蠕动到山泉池里。一眨眼，阿姐竟从水里消失了。不管我怎么喊，阿姐都没回应。我担心阿姐安危，赶紧走进水里。我顺着池边一点一点往里走，天已经全黑了，我只能借着月光在水里找阿姐的身影。山泉池有个好处，水常年清澈温暖，下水后感觉不到凉意。可今天我一只脚刚踏进去就冷得一哆嗦。但阿姐在池中，说不定被水淹了，要是不赶紧找到她，可能有生命危险。阿姐，阿姐，你在吗？我的声音在山泉池旁边的群山中回荡。阿姐没回应。山泉池不深，我站直走在里面，刚好到嘴巴那里。我屏住呼吸，一步一步往中央走，离得越近，看得越清。山泉池中间好像有个黑影，肯定是阿姐。我慌忙快步过去，刚到水中央，就听见玄婆焦急的声音：“危险，别过去！”可已经晚了，我的双腿突然就不听使唤了，像是被啥猛地拽进了水里。我死命挣扎，可一点用都没有。接着就感觉有个东西碰到了我身上，那触感凉凉的，还特别光滑。这东西先从我的脚上滑过去，又穿过我的腿，慢慢到了我的腰间，然后哧溜一下钻进了我的裤里。我使尽了浑身的力气，就想赶紧逃离这儿。谁知道我越挣扎，被按的就越用力，而且我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有东西压在我身上。我用力在水里睁开眼睛，借着月光想看看是啥东西，可我刚一睁眼就被吓得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了。眼前的不是别人，竟然是我姐。我姐披头散发地浮在水里，双眼是猩红的树瞳，吓人的很。更可怕的是，她浑身透明，身体里的骨头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她隆起的肚子里有条胳膊粗的肉白蛇，像睡着了似的盘在那儿一动不动。这时候水里密密麻麻全是蛇，好像接到啥信号似的，都吐着信子朝我游过来。我惊恐地看着阿姐，想叫她名字，可在水里根本发不出声。阿姐像疯了一样，双手用力按着我的腿，张大嘴像是要吃了我。我水性一向不好，这会儿也没力气挣扎了。就在我觉得自己要死的时候，水里突然又冒出一双手，是玄婆婆的。她一把把我拉回岸边，我大口大口吐出山泉水，被呛得满脸通红。我刚觉得安全了，玄婆婆却忽然一笑，阴森森地说：“你逃不掉了。”玄婆拿着刀就朝我砍过来，速度快的我根本躲不开。我害怕的本能的闭上眼，可下一秒旁边传来刺耳的尖叫声。我猛地睁眼一看，玄婆的刀竟然插在我身后躺着的阿姐腿上。阿姐从地上爬起来，不慌不忙地朝玄婆走过去。玄婆有点怯弱，往后退了几步，阿姐却步步紧逼。阿姐不要！我泪眼婆娑地喊阿姐，怕她杀了玄婆。阿姐好像听懂了我的话，真的停下了脚步。她缓缓转过头看向我，眼睛不再是树瞳，变成正常的了。小童。阿姐歪着头叫我的名字，我用力点头说我是小童。阿姐自从去山泉池洗过澡后就性情大变，现在真正的阿姐回来了，那个最疼我有好东西就献给我的阿姐回来了。我张开双手走向阿姐，想抱抱她。阿姐走得特别僵硬，像被啥控制了似的，可还是朝我走来，张开双臂要抱我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阿姐拥抱我的瞬间，我身上鲜血喷涌而出。阿姐要杀我！我满眼不可置信地看着阿姐，血到处都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阿姐放肆地笑起来。为什么？就因为你还想跟我争山蛇的宠爱。我捂着被阿姐捅穿的腹部倒在了地上。阿姐看着我濒死的样子，眼角笑出了泪。这时候突然响起鼓掌声，我躺在地上，看到山泉池来了很多人，领头的是大族老，其他都是村里的男人，他们像看戏一样看着我们。大族老的随从老刘趾高气扬地说：“大族老说的对，让他们自相残杀，再来个瓮中捉鳖，这招真妙。”大族老先让人带住玄婆，把她控制起来。玄婆虽然会巫术，但年纪大了，根本不是这些精壮男人的对手。抓住玄婆后，一群男人就把我姐围了起来。这些男人个个饥肠辘辘，不停地舔着嘴角，好像要把我姐生吞活剥了。够了，事情办完再把他赏你们。大族老咳了一声，对这些男人说：“出事情了没看到吗？先把王家二女儿小童丫头搬到石板上。”我因为失血过多，都不知道发生了啥，就被几个男人抬起来搬到石板上。大族老走到我身边，掀开我的上衣，看我被捅穿的肚子。随从老刘凑到大族老耳边问：“这丫头还换得成不？”
大族老扭头给老刘使眼色，低声说：“去找村里莫老太的丫头。”随从老刘一拍大腿：“去年就糟了呀，人都死1年了。礼仪的大丫头呢？大族老，您贵人多忘事啊！礼仪的大丫头宁死不从，您赏给村里这些男人了，人也早没了呀。”大族老满脸不耐烦，用力敲了几下拐杖。二丫呢？随从面露难色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二丫才5岁啊！”大族老一拐杖打在随从老刘腿上，老刘吃痛叫起来。大族老手一挥，指着我：“还没死透，就他了，死马当活马医。”这时候我阿姐像听到晴天霹雳一样，朝大族老扑过去。不行，不能是小童，他马上就死了，他不行。随从老刘一脚踢在我姐身上。大族老做的决定，哪有你说话的份？你下面那东西早该换人养了，你别想霸占着不放，滚远点，把他也抬石板上。随从老刘按照大族老的指示，很快就把我姐按住，搬到了我旁边。我姐拼命挣扎，眼睛又变得血红无比。按好了，别让他动。随从又招呼来几个男人，指着我说：“先把他衣服都清了，等会儿得请山蛇进去呢。”阿姐一看那些男人的手刚碰到我，眼睛瞬间变成丽瞳，她红着眼尖叫着把按压她的男人撕成碎片，鲜血四处飞溅。大族老，这件蹄子变折了，我们不干了。这些男人再精壮，也没见过这阵仗，都吓得屁滚尿流想逃跑。这时阿姐一步步走向我身边的男人。大族老见事情不对，对村里的男人们下令：“一个女人怕啥？都给我上去按住她，是成了山蛇的赏赐，少不了你们。到时候想要多少女人和金银珠宝都有。”大族老这么一说，果然让这些男人来了劲，他们全生猛地扑向我姐，恨不能把我姐生吞活剥。这时按压我的男人拿着刀悄悄绕到我姐背后，阿姐根本顾不上这儿，我忍着剧痛，用尽全身力气跑向阿姐，是一刀插在我肩膀上，鲜血溅出，一片温热。阿姐快快跑！可这时阿姐已经跑不掉了，他们人多势众，10几个男人全不怕死地疯狂扑向阿姐。阿姐停下手中动作，像是在思考啥。我顺着阿姐眼神方向看去，阿姐目光看向大族老和被殴打后扔在一边的玄婆。我看不出阿姐到底在看大族老还是玄婆，可我想救阿姐。趁着这些男人正纳闷我阿姐为啥不动的时候，我大喊一声，山泉池底下全是金银珠宝。这些男人瞬间乱了阵脚，都看向山泉池。我强忍着疼痛看向阿姐，阿姐，跑！阿姐趁机跑了出来，直奔大族老的方向。大族老反应很快，一把抓住随从老刘的衣服，挡在自己身前。随从的身体瞬间被我姐掏空，他临死前还满眼震惊地看着大族老。大族老吆喝一声，金银珠宝都是假的，别信他们的鬼话，快来救我！这时那些精壮男人意识到不对劲，全冲过来保护大族老。阿姐现在没机会杀大族老了，他又跑到玄婆那儿，不知跟玄婆说了啥。等那些男人去抓他的时候，他纵身一跃跳进山泉池。玄婆颤颤巍巍地站起来，满眼惊恐地指向山泉池。她是蛇女，她身体里的山蛇告诉我，山泉池里真的全是金银珠宝。那些男人转念一想，山蛇去的地方肯定是好地方，更何况玄婆都这么说了，他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全一股脑地跳进了山泉池。他们跳下去的一瞬间，山泉池里的水1秒变成血红色。大族老见情况不对，立马想跑。我拼命爬过去，紧紧抱住大族老的双腿。他想摆脱我，不停地用拐杖打我，我不能放手，不能让他跑。可我受伤太重，慢慢的就没了力气。我坚持到玄婆摆好阵，玄婆说放手时才敢放手。可我放手后，神奇的是大族老却动不了了。玄婆走到他身边，满腔怒火的对着大族老的胸口就是一刀。大族老吐了一口鲜血，在被你强行取走的时候，我就说过我早晚会杀了你，没想到这一天等这么久。玄婆说完又给他一刀。这些年我终于摸清了你的生辰八字和命格结束，终于有机会惩罚你了。玄婆一刀一刀的插进大族老的身体里，这些刀是替那些被你杀害的女孩给的。说完，大族老彻底断了气。可事情远远没有结束，山泉池的水面像沸腾了一样，涌出来很多黑红的水泡，里面似乎有东西在蠢蠢欲动。阿姐，阿姐还在里面。玄婆，我阿姐还在里面。玄婆拦着我，不让我下去找阿姐。这时水里有个东西似乎想出来，天空不知啥时候乌云密布，黑压压一片。玄婆按住我的肩膀，盯着我的眼睛说，如果山蛇出来了，会死更多的人，你来帮帮阿婆，我们一起除掉它。我用力点点头。玄婆给我一把桃木剑，在我脖子上挂了一个奇怪的绿石头，她手握一把黄粉，绕着山泉池撒下去。没一会儿，水里异响躁动，分明有个白色的东西游了出来。小童丫头，按我教你的，不要怕，一上来就刺7寸，你脖子上的石头会保护你不受伤害的。我点了点头，双手紧握桃木剑，紧紧盯着水面。很快水面冲出来一个东西，可当我看见那个东西的瞬间，我的剑掉了，是阿姐。阿姐的下身是一条巨大的肉白蛇，马上成了的山蛇，可上半身是我阿姐，是我最好的阿姐。小童丫头，她已经不是你姐了，如果不除掉她，死的人只会更多。她不是什么山蛇，是邪蛇，你姐的愿望就是除掉她，给她报仇，趁着她还没彻底苏醒，快呀！
此时我已泪流满面，我再次举起剑，对着腾空在水面上的阿姐。阿姐下半身的蛇尾不停地摆动，我双手颤抖着对准阿姐。正在我挣扎着要不要刺下去的时候，阿姐醒了。阿姐睁开眼睛，对着我笑：“小童，抱一下姐姐。”姐姐伸出胳膊，温柔地说道。我好想立刻抱过去，可还是看了一眼玄婆。我泪眼汪汪地看着玄婆，希望她同意。玄婆点了点头，背过身去，擦了擦眼泪。我马上抱住姐姐，抱了一会儿，姐姐猛地推开我，双手迅速夺过我的剑，然后对着自己的喉咙呲了下去。小童，好好活着，姐姐会变成小童的保护神，一直守护着小童。小童不哭。玄婆施了针法，把邪蛇封印在了山泉池。我把姐姐的身体带回了家，安葬在一个温暖的地方。村里的那些男人全葬身在了山泉池，留下的那些女人大多是早些年被骗回来的，他们都四散而去，寻找真正的自己。我和玄婆选择留在这里。玄婆留下是怕山泉池里的邪蛇有朝一日会复活，邪蛇虽死，可邪恶的根源难以消灭。我留在这里只是因为无处可去。我时不时陪陪玄婆，和她聊聊天。我问玄婆为啥村里的男人要用女人和山蛇换金银珠宝。玄婆说这是那些男人最无能的体现，女人的身体只是他们赚钱和传宗接代的工具。这个村里的男人从来不尊重也不懂女人身体的奉献和伟大。我点了点头。那村子之外呢？玄婆抬头望天，落下一滴眼泪。这时天空飘来一个传单，上面写着：代孕赚钱不是梦，